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追风者李沁与王一博谈情说爱，没有 CP 感，演技还惨输女配兰西亚爱亏。李沁以《庆余年》梦中的那片海走红。近来他搭档王一博合演的谍报新剧《追风者》在央视播出后口碑爆棚，收视开高走高。然而两人谈情说爱的感情戏却远不若王一博与王阳的师徒情谊受到欢迎，就连王一博与扮演他未婚妻的女配兰西亚的对手戏都比他和李沁的 CP 感更火花四射，让网友调侃李沁天生体寒，明明演了一部热剧，就只有他没什么讨论度。追风者剧情紧密融合谍报背景与职场争斗，李沁饰演的沈静珍表面上是甜美的高贵千金，实际上是拥有狙击绝技的秘密特工。他与王一博饰演的热血青年魏若来，从最初的误会和不信任，到后来相知相守，让观众深刻体会大时代儿女的悲欢离合。照理讲，李沁跟王一博的官配组合应该最吸睛，没想到随着剧情推进，魏若来王一博在进入央行工作后，却爆发假币案。他与师傅沈图南王阳世，也就是沈静珍的哥哥联手调查，发现此事与警察局、军队层层挂钩。沈图南被逼得不得不妥协，放弃调查。师徒俩在酒醉一场后，一起唱祝送别，暗示将分道扬镳，让戏迷直接哭翻，直呼这对师徒 CP 的对手戏比官配 CP 还精彩。故事进到中期，好不容易李沁和王一博的暧昧试探越来越起劲了，新人兰西亚饰演的女配又上线了。她饰演魏若来的小未婚妻牛春苗，出现时总是头发凌乱、脏兮兮的，但演技颇灵活，和王一博站在一起既不显得突兀，对戏效果反而比起女主李沁有化学反应多了。不少网友不禁调侃李沁也是体寒，总是戏比人红。追风者这部剧热播下来，腐女看上男主和男配，直女课上男主和女配，唯独她长得算漂亮，演技也不差，但就是没有讨论度。但也有不少粉丝认为，戏还没播到最后，他跟王一博的官配 CP 后续发展还是很令人关注，期待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2. 追风者魏若来结局揭晓，沈图南釜底抽薪的做法成最终反转。追风者是由姚晓峰导演，翁良平编剧，王一博、李沁、王阳、张天阳、高露、王学银、杨坤、兰西亚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在剧中，魏若来结局揭晓，沈图南釜底抽薪的做法成最终反转。魏若来联手沈静珍找到对方的幕后交易证据后，对沈图南仍然心存幻想，结果被沈图南对南京方面的委曲求全狠狠打脸。其实何止是魏若来，沈图南同样心存幻想。沈静珍、徐诺几度向魏若来递出橄榄枝，魏若来为什么会一再犹豫呢？江虎豪曾说，是这个吃人的世道把我们逼上梁山。魏若来还没到逼上梁山的地步，除了聪明、机警、智慧过人之外，魏若来是一个不远千里的从家乡来到上海滩求学的普通人。完成学业之后，他的理想是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与世无争，清清白白的做人，遇上一个心动的女子，组建家庭，努力工作，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个小日子。有一句话说，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有人爱，有事做，有期待。这是魏若来希冀的生活，他一步步的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所谓上梁山，在《水浒传》中，没有谁是自愿上梁山的。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生存环境，现世安稳，谁愿提着脑袋去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呢？就在林乔松率队前来捉拿沈图南，要把沈图南带走调查时，魏若来挺身而出，将揭露黑幕交易的事情全部揽下，遂而被林乔松带到刑场，直接枪毙。
起初，魏若来的这一举动让人费解。沈图南被林乔松带走，最多解除职务，保住一条性命是没大问题的。此其一。林乔松捉拿沈图南，说明是得到了上面默许，否则沈图南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实际负责人，上达天听，谁敢抓他？抓沈图南是得到了上面的默许，这一点显而易见。也就说，魏若来此举并不是为了保存实力。通常而言，保住大佬，大佬就有机会四下活动，救出代为受过的手底人。此时，沈图南已经不具备这个实力。林乔松来抓他，首先是得到的是宋先生的许可。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孔夫人再嚣张，也不能无视宋先生的存在。沈图南不但是宋先生的人，更是沈先生十分倚重的干将。此其二。魏若来替沈图南受过，被宋先生放弃的沈图南，纵然去找宋先生救人，宋先生也不会搭理他。宋先生放弃了沈图南。与此同时，在宋先生眼里，魏若来是小角色，这类人本来就是随时抛弃的棋子。果不其然，沈图南没去找宋先生，而是直奔于世清的公馆。此前，爷说对魏若来说过一句话：你只有对别人有价值，别人才会重视你。在宋先生眼里，魏若来对他而言是没有价值的。那么，魏若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真实用意是什么呢？为什么说魏若来的结局揭晓，沈图南釜底抽薪的做法呈最终反转呢？魏若来还是在想验证一下国民政府是不是真的不可要救了吧？此外，古话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所谓的乱臣贼子，古人认为是不守臣道、心怀异志的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使然，魏若来是不愿做乱臣贼子的。魏若来最初的理想生活是寓一人白首，则一城终老，过平静的日子。这是普通人最朴素的想法，不到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谁愿意铤而走险？就算到了伸头一刀、缩头一刀的时候，普通人多数也还是怀抱幻想，万一厄运没落到自己的头上呢？一位历史学者说，满清入关前，摄政王多尔衮颇是犹豫不决，己方只有20-30万人口，6万清军，而明朝却拥有1亿人口，上百万军队，实力对比悬殊。将臣范文成上谏说：辱其妻女能忍，刨其祖坟能忍，夺其土地能忍，有何可惧？遂清军入关。在剧中，张明权、康爷、于世清、孔夫人等正是抓住了这个心理吗？无数人被孔夫人幕后做局，倾家荡产后反倒怪起魏若来，说是魏若来的错。爷叔此刻也未能免俗，说周仪，你怎么这么贪心呢？周仪道：国民政府发行债券，我买债券帮助国家，本想双赢，难道我错了吗？这一席话，只有魏若来听懂了吧？魏若来被林乔松抓到刑场枪毙，死里逃生，既有沈图南向孔夫人妥协的因素，更有沈近珍等人出手相救的原因吧。至此，魏若来抛弃幻想，与沈近珍、牛春苗跋涉千里，来到苏区，他的结局由此揭晓，成为苏区的一位优秀的金融家。沈图南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沈图南身边最亲近的3个人，妹妹沈近珍是地下党，徒弟魏若来是我方人员，妻子苏慈书亦是站我方立场的人。沈图南虽然与魏若来断绝了师徒关系，但是却投桃报李，挺身营救魏若来，种种迹象表明，沈图南最终也将投奔我方。而他为了救出魏若来，答应替孔夫人效力，这将是沈图南釜底抽薪，反戈一击，身在曹营心在汉，与魏若来联手对敌，最终反转的伏笔吧。以上是笔者根据剧情的分析，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